公元964年即乾德2年11月，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、图谋幻境为由，前大将王全斌、刘光义统兵6万，分北东2路进讨。后蜀军顷刻溃败。次年正月，后蜀主孟昶出降，然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虐杀以降蜀兵近3万人。此等骇人暴行，历使蜀地民心背离，激起大规模兵变。消息传开江南诸国，震撼。宋之统一大业亦为此蒙上阴影。孟氏举城而降，蜀地人心未服。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反，自称新国军节度使，蜀人多有响应。蜀地17州风声鹤唳，颇有动摇之势。王全斌该死啊！陛下，大军在外，不宜处置兵捆之将帅。下诏申斥，夺其节钺，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。陛下，若不是他杀了那3万降卒，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？3万人呐，那可是3万条精壮的汉子，便是拉去垦荒，顷刻间也能垦出万顷良田。3、5年间，朝中可多出上百万户的粮米捐赋，更别说，在这3万人的身后，还有数十万的妇孺。孟氏依然降了，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。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10年，人丁户口颇有滋生，粮秣甲仗多有机灵。取益州之资财，充南中之军事，此乃朝廷的国策。可他王全斌倒好，一通大杀，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，杀的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。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，蜀地怕是没个30、50年缓不过这口气呀。朕只怕天下都定了，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。100年、200年，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。陛下息怒。他杀了3万人，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。朕没有当即砍了他，已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了。兵交将汉，兵为将友，上下裹挟。此中唐以来200年之积弊，白马亦如是，兴教门亦如是。长安天子魏博压兵，5代以来鼎益之机莫不如此。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，积习难改而已，并非出于顺逆之心。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，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“积习难改”4字。子平以为呢？陛下，秋岁将至，正是取士之时。臣请旨开长科，以录天下文士，足国家全选之采用。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，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，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！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岂曰糊涂？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，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。国朝定鼎以来，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1、20，制科便更少了。其搏杀之力，实不亚于陷阵搏命。诛心总比杀人强吧？
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，若不是他用谋划策，便不会有殿前司，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，自然也不会有点检为天子。臣不敢。你是不敢，但尔父未必不敢呐。尔父若在，可以治武臣，可以削藩镇。尔父若在，朕不得着此意。今遂取进士18名，余者沉沦下列，皆太职。朕年少时有幸在冯令公身边随侍着办，那个时候，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，取用了韩非子里的一句话，朕直至今日有铭记在心呐。故民主之力，宰相必发于州部，猛将必起于卒伍。回禀陛下，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。不过，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。何解？自中唐以来，受节度使以经节，委治地方，清民官大多出自幕府，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，列国分据，国朝所辖县治不过600余，吏部所能出官者，实不足200。朕所知600余县。而今后蜀已定，那便是700余县。常科取进士，每岁不过10-20人，太少了，不足用。清民官还得用无数人呢。需缓缓图之。哎，这些诗文朕都看了，写得不错。可不会作诗，未必不会做事吧？常科取士。需酌情放宽一些。常科乃伦才之典，深言疏判，允德允贤，以诗赋取之，乃大唐之固典。吾得少才之辈，不得跻身其中，此天下法，虽人主，不得轻易之。方才卿言，沉沦下列者太之，究竟太去了多少人？今遂与常科之士者，共计378人，取中18人，太去了360人，20取1，此非圣世之法。彼辈既伐财掠，焉可领土之民？唉，总比拎刀子的强些。